我们知道呢，目前的房产状况就是呢，房产下行，很多人在观望，售楼处呢在想尽各种办法打折，吸引客户呢来购买房子，而二手房呢，很多时候卖不出去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很多业主会想了，明明我的房子这么好，位置也不错，配套也不错，我装修的还行，怎么就是没有人愿意来买呢？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业主现在呢遇到的一个问题。然而房子真的卖不出去吗？以我以前卖房子8年的经验，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。曾经呢，我们在卖房子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房子呢是一个三角形的，最后也被卖出去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它价格足够低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二手房市场，你总要有一个优势去吸引购房群体。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的话，那么你的房子就会没有人去问，因为呢，购房者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核算自己的成本。那么在当下房产交易下行的情况下，二手房越来越难卖的情况下，我们在出手卖二手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有以下4个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，今天跟大家划重点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呢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第一点呢，你要对你的房子的价值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很多人的二手房卖不出去，就是市场价过高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价无市。那为什么要挂这么高呢？那大概呢就有下面2个心理。第一个心理就是呢，我买的房子当初还了贷款又装修了，成本比较高，那么我现在卖的时候我就不能够赔着卖，我必须要卖一个高价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影响房价的要素有很多种，包括目前市场属于买方市场。那么如果你在2017年到2018年去卖这个二手房的话，我相信你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卖方市场，你甚至呢一天一涨价都会有人去买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状况，已经回不到那个时代了。房住不炒下呢，房子的金融属性在慢慢的消退。如果你的价格不符合市场的情况下，那基本上你的房子挂1年卖不出去也都非常正常。第二个心理呢，就是觉得自己的房子是最好的。人嘛，买了房子住的时间长，可能有感情了。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可能是毛坯，经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完善，变成了精装修的房子，所以呢特别有感情，觉得这样的房子就是最好的。但殊不知，当你想要去卖的那一刻，你的房子就是一件商品，你觉得最好的，在别人眼里不一定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把感情加入到房子当中去以后，那么这个价格就自然背离的市场价格，甚至呢比市场价格还高。那么当然买房子的人是不会选择的。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呢，在卖房子的时候要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。为什么很多人去买房子的时候进到别人的家里会有不同的感受？有的家庭虽然小一点，但是呢特别的温馨，进去就非常的舒服。有的家庭呢装的特别的豪华，但是非常的冰冷，这就是气场的问题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很多人不注意细节，就觉得我这房子马上要卖了，所以呢有一些小瑕疵我们就不去处理。有的家庭呢一进去家里面特别脏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房子一旦给别人留下了坏印象，就会影响购房者的判断。因为呢购房者在选二手房的时候会做多轮的比较，也就是说呢，同面积同小区的房子会看上好几套。当你的印象不是最好的时候，你就给别人的房子做了铺垫，间接的促成了别人房子的成交。所以呢，你的房子如果想出售的话，就把家里面的卫生收拾一遍，把照片拍得漂亮一些，给大家呢留一个好印象。一旦有了好印象，我们剩下的就有呢各种各样的关于房子的话题去讨论下去，没准就成交了。第3个方面呢，就是要找靠谱的中介，以及签约的时候要谨慎，还要呢寻找多个渠道去售卖自己的二手房。二手房和新房不一样，新房呢有强大的这个销售团队，包括呢房产中介都在努力的帮楼盘进行销售，可以说他们的售卖渠道是多种多样的。但是二手房房东基本上不会去花钱做广告，卖的话呢也只有房产中介这一个销售途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注意，首先你要找到靠谱的中介。靠谱的中介呢，第一是专业度上面对你有保障，在以后的交易当中能够保障你的资金安全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中介的实力强，能够让你的房子很快给卖出去。当然
专业的房产中介也会给你非常中肯的建议，告诉你的房子值什么价格，什么样的价格能够快速成交，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减少我们的麻烦。但是呢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呢，怕有些中介害怕别人抢房源，会和你签约独家委托协议。这个独家委托协议一旦签了，那别的中介呢就不能够再售卖你的房屋了。说白了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的销售渠道就减少了。假如你再碰到一个不靠谱或者实力不好的中介，那么你的房子将很长时间难以卖出去。假如这个时候又有人买你的房子，你还要去赔这个违约金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除了找房产中介以外，我们也可以呢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，还有自身呢去找一些渠道，让大家呢知道你这个房子在进行售卖。只有这样呢，你的售卖途径多了，你才有机会让客户知道你这套房子，你的房子才能够很快的卖出去。那么第4点呢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对外的销售价格一定要统一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我的房子我自己还说了不算吗？并不是的，这是卖房子的一个技巧。你想要让你的房子很快卖出去，那么你就要学会技巧，学会听话。价格统一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在没有见到真正客户和你谈价的时候，这个价格就一直保持不变，它能够让你的房子保持一个价格的稳定性。我在之前卖房子的时候呢，就见过很多房主迫不及待的跟客户说底价。也就是说呢，当客户只是在看房子，还没有决定要买这套房子的时候，客户只是随口一问这个房子最低价是多少，房东就迫不及待的告诉了客户的底价。一旦客户看中这个房子，那么他讲价就是从你告诉他最低价开始讲起，而不是所谓现在标的售价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的被动。还有一点呢，很多房产中介不规范，为了能够让房子很快卖出去，所以会故意把你的价格降低。比如说你的房子售价100万，他会标注成99万8，甚至99万5。这样的话，当买房的客户通过网站或者各种途径打听到你的房子价格的时候，就会听到不一样的价格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购房客户就会有一个不确定的判断，不知道你的房子到底卖多少钱，有可能直接就跳过了你这套房子。所以呢，这里的关键点就是在房屋没有卖出去的那一刻，一定要保持价格的统一性，即使谁问你，也都是这一个售价。只有当客户看中你的房子，跟你坐在谈判桌上讲价要交定金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慢慢的谈判，慢慢的把我们真实的底价告诉对方，这样才能够保障你的房子交易的流畅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